老赵，老赵，醒醒，老赵，你快醒醒！赵一兰，赵一兰，干嘛呀？头好疼啊！之前感冒都没这么疼。不止你，我刚睡醒的时候也感到一阵头疼。我们应该是被下了迷药了。还好蛇的作息跟人类不一样，其他人都睡死过去了。不可能啊！谁有这个能耐在我们身边捣鬼啊？还不为任何人发现？那除非是我们自己人了。鼠辈，放出了作祟的族人，还敢再来！不管是同意行刑，还是不同意行刑，其结果都在这箱子里了。同意行刑，哥人，嫂子，夜长梦多，开始吧。哥人，不要啊！
你来了，我来了。大家别慌，不要慌啊！大家别慌，慢一点啊，小心点，还像上次一样啊！全部跟我说集合！地震？不会吧？怎么，你也觉得不对劲吗？陈教授，你读书肯定比我多，咱就说这个地方会发生那么频繁密集的地震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黑能量？老赵，你怀疑附近有地形人？这突如其来的地震，还有之前能量体的攻击，确实像地心人的手笔。好端端的玩这种鬼把戏，可又鬼鬼祟祟的躲在背后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好一对痴男怨女呀！快逃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个死丫头片子下手没轻没重的，疼了好一会儿了。你这还算轻的，临近大庆还有那2个学生，我怎么都叫不醒。天知道他们要试到什么时候。教授，怎么了？我们正在那儿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趁现在没动静，咱们3个去找王震。好。哎，你还真准备倾巢而出啊？带沈教授回去？这都什么时候，你还有心思关心别人啊？给我看着。你的意思是？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沈教授，您的学生还在里面，他们更需要你。走吧。请吧。逃？你觉得你逃得了吗？哼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你最清楚了。你这个怪物，放开他！你被困在这里这么多年都不死，咱俩到底谁才是怪物？有本事你出来救他呀！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他怎么样。你只不过是诱饵，我还要用你引大鱼上钩呢。去把他们引过来。也不知道那些被下药的人醒了没有。赵处啊，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你确定咱们没迷路？迷路的不是我们，是你。行了，先歇一会儿吧。好。吃点牛肉干，补充一下体力吧。陈生，把地图给我。哦。
沈教授，你现在出去，我会困扰，老赵更会困扰。他可是破天荒的拿你当好朋友了，你不会没有看出来吧？我们现在在这儿。王征的来历渊源，我早就有过各种猜测。我也顺带翻了一下汉嘎族的文献。汉嘎族靠山而居，他们见识过山崩的威力，因此他们相信山有山魂，所以他们要选择在山魂口，也就是说山巅的背光处建造祭坛。此外呢，他们还信奉罗布拉禁术，那种禁术里面指出三角为一体，可以围成一个圈，成为世界上最深的井，无论什么都无法爬出它的智库。这么说来，这样的祭坛就应该有3个，而且不能离得太远，海拔还必须接近，因为三角形必须对称。没错。老楚，你确定这3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吗？我现在只能确定清溪村就是3处祭坛之一，但是有祭坛就会有主居，所以汉嘎族的老巢旧址一定就在这3角的一点之中。这不就2个点吗？你是怎么画出三角形的？小郭呀，你还是太嫩了。既然搞崇拜，能随便弄一个三角吗？罗布拉禁术里面的3角都是等边三角形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这2点，那另外1个点就可以猜出。小郭，把刚才让你收的东西拿出来。啊，是这个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就是个塑料皮子吗？塑料皮子，啊？在这样的山区能有这样的材料吗？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，王征特意给我们留下的。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捡到这块布的地方，那这边就不可能了。我们目标是这儿。你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走了吧？行了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。好。沈教授，你仔细看这团火苗，它跃动的姿态，是不是很美啊？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现在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你需要休息，休息一下。看来想要进去，得把这些石头弄开啊。这事交给我，你们先让开，我来。你把这包成这样，当传家宝啊？干什么？你没事盯着老子的背影脑补什么呢？你太吓人了！我真没想到，哎，咱们特调处理第一个对这混蛋领导动手的，竟然是你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开门。对着洞口。别对着我。行啊，老楚，搞搞破坏啥的，你最在行啊。
准备武器。家叔，你先进去，长城交给我来保护。如果有人能带回王真，只能是你。行，记住啊，打不过就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好，等着我回来开新工会。快进去！要近身搏斗，真是难为我了。危险，误追，速归。这种地儿就只有黑老子能送来袭了。真是不想用。赵处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就是这鬼东西的血，臭得很。哎，黑老哥，这次你可算是来得及时，我这也算是风水轮流转，该走运了。举手之劳。可是赵处长，你不该不理会我的警示。不是，你面前站一个幽处，你能理会啊？是，你是会理会，可我不是担心那个死丫头吗？害怕她出事儿。光明路4号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我的人，咱也不能不管啊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让你回去，你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但请你不要拒绝，我与你一块同行，因为前方的路危机四伏，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。好啊，糟了，丫头出事儿了。接着叫。我让你接着叫！放开他！这是幽处常年的禁地骚动引起的伤口巨小，他们一旦逃出去，光是靠嘶吼力就可以引起山体崩塌。我们要尽快。你又能奈我何呀？他该死！但是你这样太残忍了。你别忘了，你们的家人都被困在这里，只有黑能量才能把他们放出来。我又不是只为了我自己。还有你，你的那些同伴到现在都没有来救你，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。你以前就遭人背叛，你永远都是被人抛弃的命。哇哦！有黑老哥开路，这就是好啊！幽处生性凶暴残烈，但他们为光为火，他们头顶上的肉瘤，就是他们致命的软肋。赵处长，你刚才想使用的黑能量枪，是令尊传给你的吧？我刚才就想拿出来把他们吓唬一下，就没想着开枪。
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赵处长应该知道，在地面上，本使不能亲自去追查出逃的地行人。其一，地面上的负荷太重，我不能久留；其二，在这里我的实力只能发挥到一半。我知道，这才有了我们特调处嘛。不过这话说回来啊，咱现在是到底往哪边走啊？你别急，他下一个就是你。你不要伤他，可以折磨我、杀了我都可以，我求求你，放过他！不，你放开他，别伤害他！这里被圣气给覆盖了，我无法追查到你要找的那个人。果然是圣气。这圣气不是用来抵御地星人的吗？这现在还成了咱们的绊脚石了。如果所料不差的话，这里存在的圣气就是山河锥。山河锥，谢天谢地啊，总算是有点反应了。赵处长，我跟你说过，不要过多的使用圣气，它的黑能量会对你的身体进行反噬。黑老哥，你这样特别像我一朋友。这边。赵处，黑袍石大人，你们别过来！等等，何必在此装神弄鬼？你一路上让那些畜生引我们到这儿来，不就是想谈条件吗？救他，带他走。这个柱子就是山河锥的本体，绝不可随意靠近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现身？我们怎么相信你没有在汪真身上设下什么陷阱？这里实在是太奇怪了，就连王正的话也不可随意听信。你的意思是，汪征已经不是王征了？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可从靠近这里开始，我能量的运转就受到了阻碍，我也没有办法辨别真伪。那怎么办呀？我来试试。我调查过你的档案，你早在100年07个月之前就已经死了，正好和汉嘎族的灭亡是同一年。那如今你如何还可以在特调处工作呢？汪征是我失忆后的名字，我在汉嘎族的名字叫格兰。格兰小姐，你慢点跑，要是族长知道了，会怪罪于我，把我绞死的。格兰小姐，怎么，汉嘎族的女儿就不能像汉嘎族的男子汉一样奔跑了吗？我叫我阿爸不要怪罪你就是，
他最听我的了。大胆！你是谁？为什么闯进我的花田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听这些花说，他们不独属于谁，他们是大家的。这枝花颜色不错，就交给你做赔礼吧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的哥哥被族长的儿子用鞭子抽死了，我阿母疾病了，所以我要捕鸟，给阿母去换药。你胡说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找族长给你做主呢？哼，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为我做主？更何况族长根本就不是人，他看上了我妹妹，还逼死了她。我哥哥去讨公道才被他打死的。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任何一个做了那么多年的族长都不再是人，他们是权威的象征。凭什么整个汉嘎族只有一个权威呢？人人都可以为自己做主的。胡说八道！你是哪一支的奴隶？在你面前的正是族长最心爱的小女儿。把你的面具摘下来。走。你等等。没想到，你生得一点也不丑。我还以为所有的奴隶都是因为长得太丑了才戴面具的。小姐，你不能靠近他。你走开！小姐，你还不走吗？快走！刚才那个人说，你是族长家的小女儿。是啊，你说的族长就是我阿爸，杀死你哥哥的就是我哥哥。可是你说的怎么会是真的呢？我阿爸和哥哥明明就那么好。你是他们的女儿和妹妹，他们当然对你好，你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真面目？总之，今天谢谢你的不杀之恩。你等等，你说的这些话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过。我不想做一只被他们保护的花朵。你愿意跟我讲讲族里的事情吗？你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意义？不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吗？怎么没有意义？我可以和你先做朋友开始啊！你不是说人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做主吗？那我就要为自己做主，和你做朋友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是个奴隶，怎么可能和你做朋友？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还不知道。格兰，我叫格兰，你叫什么？桑赞。桑赞，一朵花虽然美，但总觉得孤零零的。如果我们把一朵花捆成一束花的话，就可以展现出它们不同的美了。给你。他的话很少，但在心里藏了很多事。我不愿意去猜，我只想要我们好好的。我只想要能够一直陪在他的身边。我只想要他能原谅我的爸爸和哥哥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兄弟们，没有谁天生就是奴隶，我们要推翻贵族，解放我们自己！解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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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事情闹得很大，桑赞受了伤。
我没有想伤害你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你和桑桑好好谈谈。阿爸，你醒醒！说过，你醒醒！和他没什么好谈的。他害死了我妹，又害死了我阿哥，这样的仇让我如何能忘？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就一点分量都没有吗？你是你，你对我再好也不能抹杀你阿爸犯下的那些罪。好啊，我就是我阿爸的女儿，有本事你把我也杀了！我说过我不会伤害你，我说过我绝不会伤害你的。就像桑丹说的，他当了族长，他给每个人说话表态的权利。从今天起，汉嘎族不再有贵族，也不再有奴隶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尊严的活着。桑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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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桑丹！我爱的男人杀死了我最亲的爸爸和哥哥，又成为了唯一可以庇护我的亲人。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讽刺。就算他对我很好，好到让所有人都接受不了。族长，你不能再包庇他了，尽快处分吧。你拒绝了我的女儿，害得她摔死在山里，这一定是他的咒术。你是族长，是大家的希望，汉嘎族所有的女儿都属于你，你却要和罪人的遗女厮混，我们怎么能心服？格兰是有所不同的。所有人都畏惧他，厌恶他，怕他报复，这就是他的不同吗？今天之内，请你一定要做出决定，否则我们宁可推举一个新的族长。我们有多久没有来过这里了？记得那个时候，你还是个愣头愣脑的小奴隶。一转眼，你已经坐上我阿爸的位置。其实，我多像是一场梦啊！但终究是美梦，还是噩梦？格兰，不管怎么样，是梦终究是要醒的。我们逃吧。我已经做完了族长所有的事，没有什么牵挂了。接下来，我可以和你去天涯海角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多美好啊！可是好事和坏事，往往都在一线之间。那天晚上，我按照他说的，他去灵帐里取东西，我在花园里等他。这是哪儿？我在哪儿？我终于明白，原来我爱护过、喜爱过的族人们是那么的痛恨我。夜长梦多，开始吧。不要啊！啊！
哥，你等着，这是我意外得到的宝物。他们说这是圣器，既然是圣器，就一定能救命。葛兰，葛兰，这封信没有你，你不会回来了。闪鹤锥不是长生鬼，没有救人的功效，它最大的特效就是将能量体从肉身上强行剥离出来，形成永固。可刚刚被剥离的人，恐怕连最起码的凝形都做不到。他把我葬在花丛中，我们的老地方。就算我还守在他的身边，可是我最心爱的人再也看不见我。葛兰，等我替你报仇。所以从那天起，他就变了。你知道？我只是了解这样的人，一个这么有血性、有智谋的男人，你可以杀他，但是永远不要伤害他的尊严。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，可不就是让自己放在心上的人平平安安的吗？要是我心爱的人毁在这些人手里，毁在自己亲手建立的制度下，恐怕比恨老族长更恨这些人。没错，就算是千刀万剐，也难消此恨。